网上对于雄安新区众说纷纭，决定自己绕一圈看看，分享些不加渲染的镜头和见闻。起步区、启动区才是雄安新区的核心区。地方知名人士小兵张嘎，这个未来是雄安第一高楼。大家好啊，延平 Mesos， 我是 Gary。现在是早晨刚退完房，在雄安新区嘛，在荣成县。因为雄安新区主要的核心片区现在就是荣成的东边，荣东片区，也就是启动区。我来之前我就把雄安新区的一些主要的工程吧都标记了一下，有的是已经投入运营，有的是已经在建设的过程中，都去看一看。我觉得看完以后应该会对雄安这边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了。基本就这样，话不多说，继续开车。现在是在荣成这个非启动区的区域，所以看两边的商铺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县城的样子。但肯定到了雄安新区的核心区，肯定不是这样了。就我看马路上有两种车牌，一个是 GF 就是保定嘛，还有一个 GX 我看了一下，应该就是雄安的一个特有的标识。那从这个车牌上来看呢，它还是保留了 G， 也就河北，说明啊，这个国家还是这次还是比较仁慈，没有把雄安又划走，又套一块走。要不的话，保定这不是，要不就河北就更是四分五裂了。就是这家王小策驴肉火烧，算是本地老雄安还是比较火的一家吧。点了3个驴肉火烧，就不同种类的，然后还有一碗鸡蛋汤。我得喝点汤，有点干，是好吃的。那火烧很酥，然后板肠也是挺入味的，偏咸口，很清淡的鸡蛋汤。敢把名字当品牌的还是有东西的。雄安新区这红绿灯跟之前在通州、北京城市副中心那个挺像。现在准备去的是雄安新区规划馆，先对雄安这边有一个整体的了解，再看看后续其他的区域。前面人声鼎沸的，这是不是政府的考察团呢？穿的也挺政府的。哎呦，一堆考斯特，差不多。荣东片区是先行区，这个逻辑啊，其实挺绕的。过会儿我讲一下。刚才是去这块参观的，然后过会儿看看市民服务中心、政务中心这块，企业办公区，看一下。哦，雄安管委会啊，看看管委会设计的还是比较朴素，这个肯定是阶段性的临时的办公点吧，之后肯定得是在启动区、起步区那边。这边反正有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咨询一些企业迁入迁出、注册注销什么一些问题。总的来说人不多，然后办事窗口设的挺多，但是人流还是比较少的。这块有一些比较酷炫的数据的呈现方式，大家看这些。政务服务中心，但这边比较好的点呢，它是周末也开。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上班的人来说，想要办事儿还是方便很多，而且这态度我觉得是挺好的。我这个参观刚才展览，包括这边溜达一圈，问了一下，我算明白了。
它这几个区域的概念也挺绕的。首先，雄安新区它是荣城、雄县还有新安县3个地方弄起来的吧。然后白洋淀都在这个新区范围内。然后现在的片区呢叫荣东片区。荣东片区它是我先说一下几个概念，一个是先行区，一个是起步区，一个是启动区。先行区就是现在的这个荣城东边的这个位置，也就是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，也就是现在那个雄安新区管委会所在的位置，就是荣东片区。它是先行区，先行区的一个功能定位呢，就是给起步区和启动区服务。因为起步区、启动区才是那个雄安新区的核心区域，其中起步区是一个100平方公里左右的一个白洋淀北边的一个空间，偏长条形的。它会分5个组团，5个组团1、2、3、4、5，从西到东是1、2、3、4、5。这是起步区。起步区就是未来雄安新区的主城区。那启动区呢？因为起步区这个面积很大，真正开发呢也不可能说是像一下把五个区域全开始开发。如果那样的话，就成了那个莒县古城了。如果没看过莒县古城的那个视频啊，可以看看我的那个主页啊。对，所以它肯定是要分批去建设嘛。那起步区里面第4个片区就是雄安新区的启动区。启动区也就是一些央企总部啊、金融核心岛啊，是这么一个定位，所以它是先建啊。其他的目标呢是2035年，整个起步区是完成建设，然后加上配套的高铁啊、交通啊、地下管廊啊、数字云啊、数字孪生这些都搞定。所以呢，我昨天来的那个方向实际上是在荣城的县城，它连那个先行区都不是。那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先行区，先行区就是在起步区的北边，然后建设也好了不少。主要的一些公园啊，现在能参观的这个展览馆都是在这区域。我看看过会儿能不能去一下起步区和启动区，这个就是未来雄安新区的主城嘛。去那边看看。这也是先行区里面一个比较大的公园，亭台楼阁、水榭，芦苇。哇，这个大白鹅，鸭子吧，这是鸭子。哎呦，这还有这个野鸭呢，这底下还有很多鱼，红色的，能看出来。环境还是不错的。这也是刚才介绍雄安想打造的，也是这个白洋淀逐渐外延渗透到城市里面，城市也会有水系吧，然后游船什么的。但其实这种概念呢，每一个新城都有，好不好弄我不知道。相对来说，这个雄安这边应该会是有一些优势吧，因为它离白洋淀很近嘛，而且白洋淀它本来就是一个水系的洼地。你要想引流，这肯定很容易，对于雄安来说。雄安的话，远期规划500多万人，500多万人的城市体量，市区有河，也合适，也挺好的。这是雄安先行区的商务服务中心，之前
的时候也在这边，就是在先行区开了这一路呢，真的是楼都是新建的，然后沿街的商铺都是空的，或者是有门店但没人。我看，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雄安印象，也是一个展厅。我先看看雄安印象，然后再逛逛这个园区里面其他的企业。哎呦，地方知名人士小兵张嘎，这个数字人的脖子好长啊！这么看呢，你看这一片是央企总部，加上一些配套的高端的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。这边是一些大学，也就是第4、第5个片区是一些大学的校园。这边呢，应该都是未来要规划的。然后现在在的荣东片区就是在他们的北边，这么个关系。然后这是白洋淀、安新这一块呢，或者是整个这一片，还是偏城市的，这个绿色湿地啊这种。所以核心的片区应该还是在荣城这一块。对，正好借着这图说一下，雄安新区1700平方公里，起步区就这个片区啊，198平方公里，其中建设的应该是100平方公里左右，就是5个片区。现在已经开发的38平方公里，主要就是在这一块，就是第4个片区，起步区的第4个片区是启动区。然后还有现在的位置就是主要在荣东这一块，因为荣东无论是管委会啊，还是一些配套的园区、展览馆、示范性的东西，反正现在全是在荣东这一块。这几个学校还真的挺厉害的，北海幼儿园、史家胡同4中，这个都是在北京属于顶级的了。反正开分校吧，主要就是在刚才那个启动区，还有一些大学，大学的位置也是起步区的东北，启动区的东北也是。小楼盖的都挺好，现在估计是招引的阶段呢，对吧？毛坯房里面，这边也是起了不少楼啊。刚才我看吧，荣东这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，就是它是安置房。像雄安新区这么大的工程呢，很多的原有的村民，搬迁吧。那回迁安置主要就是在荣东这边，因为像起步区、启动区这些核心的区域不可能说是在盖这个回迁房嘛，所以主要就是在荣东这个片区。所以相应的荣东这边城市建设也得像样，对吧？要不你这个村民也都不干嘛。所以该有的公园啊、医院啊、教育啊，这边也都是有的，包括酒店、文旅。因为把雄安这边它这个区域建设呢，设计主要就是说中西结合，以中为主，所以你看这些建筑很多都是这种斜顶的，偏中式风格的。你看那边的建筑也是全是斜顶的。现在就在往起步区这个方向开，能感觉到是工地气息会更足一些。这边是雄安新区的规划展览馆，不一定能进啊。你看这个全是京 A 的考斯特，
差不多吧。刚才那也是京牌的车，虽然我这是京牌车，但是我这是私人的。环境挺好的。这边是那个北京四中的雄安校区，然后这个是史家胡同小学的雄安校区，这俩挨着。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北海幼儿园的雄安校区。所以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，至少这一片是一个很核心的学区的位置。应该已经开学了。我爱雄安，我爱史家。今天这天气确实很不好，灰蒙蒙的。我感觉这 PM2.5 得上几百吧。这雄安校区建的都挺好的，而且楼很大，好多教学楼。它建的这个规格呀，挺大的。四中的雄安校区，史家这边一个小区，中郊的一个小区。这小区位置是绝了。北海幼儿园，能听到一些小孩的叫声，是有人的。雄安这边它是限高的，最高也不过是100多米，一般都是几十米的矮楼，密度比较低。雄安科创中心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，创新是第一动力，人才是第一资源，要素啊。里面刚也看了一下，还在做一些内立面的装修，油漆味挺大的。但这边也有一些招商服务的人员，总体还是一个偏筹备的一个状态。就是在雄安已经参观的这些点儿呢，有一个发现，就是这些地方的物业保安说里面都不让拍照，有的。这个就是感受不太好，因为吧，我理解啊，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区域，从0到1，它不会太快的，所以短期内有一些瑕疵，对吧？没有那么快，不及预期也是正常的事儿。也没必要说是太有落差感，然后遮遮掩掩吧。因为它本来都已经是开放了嘛，那既然开放，你为什么不让拍照呢？你比如说那个展厅也是，对吧？都已经是展厅对外展示了，那手机拍个照，这个对吧？按理说没啥，但是人家既然有这些要求，就也尊重嘛，只能外面拍一拍。这个就是雄安新区的体育场，这个应该是体育馆，都盖得挺霸气的，挺大的。我觉得设计的都挺好看。然后现在是施工阶段。然后这边呢，应该是雄安这边的一个高校的图书馆，也是雄安这边启动区的一个文化类的一个重要场所吧，也是停了不少车，应该是工地的一些负责人的车。这是宣武医院，应该已经开始试运行了。还是有人呢。现在呢，就是往这个启动区的腹地吧，去开一开，看一看，能看见就是这些道路的基建都已经很完备了，然后旁边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在建工程，也都是有条不紊的在往前去推动。包括已经建好的，刚才看无论是住宅还是学校，都是比较高规格的状态吧。今天的那个环境不太好，今天天色是灰蒙蒙的，可能这么看它更是像一片工地了。
反正我觉得雄安这边，它的规格肯定是很高的，然后之后可能面临的情况也是，现在所有的新建的大的园区、大的新区一样，就是招商吧，怎么把这个人，能吸引过来，无论是人才还是配套的一些商业，招过来，这样的话就尽量避免一下这些这么好的楼，空置着。我现在就在往中化那边在开。中化的总部也就是未来雄安的第一高楼，但也不高啊，就规划的也就100多米。因为雄安这个地方呢，主要还是想打造一个比较宜居的环境。那从楼宇的容积率这个角度来说，也是不会建那种超高楼。100多米已经是规划中最高的了。被中化，这个已经拍完地，已经开始在建了，应该是。然后我觉得可能雄安这边有点灰蒙蒙的，也是因为确实全是这个工地在建嘛，各种扬尘可能也是影响这环境，但都是阶段性的吧。等建好了，我觉得。雄安这地儿呢还是比较特殊，是因为它是国家意志的。国家意志，甭管多少钱，甭管是几十万亿，对吧？它是应该是比较稳定的，这个会建起来。然后之后呢，运营也是包括整个生态的构建。就需要一些时间吧。这个就是中化的那个楼，这个未来是雄安第一高楼，像个那个叫金芦苇吧，好像说是，有点像玉米的那种形状。金茂啊，因为金茂也是中化的嘛，也合理，也是热火朝天。就车牌我能看出来是全国各地的车牌。所以很多的这个一个这么大的工程啊，涉及到方方面面，也会吸引各地的工程人员过来吧。这儿还有一个华能的总部，离中化总部不远。这也是首批入驻的央企总部。就是央企总部落户啊，这个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。因为总部落过来以后呢，再怎么着，这还得是有人员编制会过来的，这和子公司不太一样。这边能拍出来了，你看，这个是中化的总部，这个是华能的总部。这青春的骄